今天就到这儿，散会。什么意思啊？孙飞，早啊。我路上有点堵车，连着3天。如果你觉得准时到岗开会的要求对于你来讲是一种负担，那你可以不需要勉强自己，现在可以回家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连中文都听不懂了。你要开除我，凭什么呀？你说呢？就因为我迟到了几分钟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？今后大家跟我熟悉就会知道，我做事向来说一不二。初次见面我给了你们3次机会，只有你1次都没做到，所以我觉得你将来根本没有办法适应我的工作节奏。如果你们谁觉得将来自己没有办法8点半来开会的话，或者觉得跟着我这个新老板前途不明，可以马上给我离开，否则未来半年我不批准任何的离职申请。王总，我没问题。今后大家就是一个团队的，我们一定尽力完成好您布置的任务。在管总的带领下，招商部一定会更好的。关总放心，我们一定配合您的工作。关总，您尽管吩咐。我们会做好的。对。对。关总，你笑什么？有人计划没有办法得逞，我当然高兴。散会。真是心狠手辣，诡计多端。你一来就开除员工，还让公司赔偿啊？开除1个，能挽回整个团队。丁总，我看是您赚了。孙飞必须走，他是第1任招商总的关系户进来的，学历能力没有一样的拿出手，却是挑拨的一把好手。如果他不走，我没有办法稳定人心。他走了，你就能管理好吗？您不是目睹了整个全过程吗？杀鸡儆猴对于团队不稳是一招最有用的办法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既然知道闹事的结果会被开除，我相信没有找到下家之前，乖乖听话是最聪明的选择。但你就不担心他们发现工作量增加、要求提升之后跳槽离开啊？他们能到外面找别的地方，难道我就不能招新人进来吗？眼下是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初来乍到，又跟您领了军令状，我必须迅速改变目前这种跟团队对立的局面。等到我一上手，没有谁是不能取代的。祝你好运。谢谢丁总。我来要。关总，上班的时候抢咖啡优惠券，是我给你安排的活儿太少了吗，雅克？关总，您都不知道有多划算，那个老板简直就是散财童子，来普度众生的。其他几个人呢？他们快到午休时间了，都去零咖啡薅羊毛了。3楼新开的零咖啡。哎，早上3折券你们抢到了没有？折下来才几块钱一杯咖啡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？会不会下个月就倒闭了？明天还得多买几对啊。您的咖啡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厉害吧？你靠什么方法引的流？花钱。陈轩轩，这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啊！啊，你这促销方式也太简单粗暴了吧？你是照抄人家2元店吗？这方法不在老，
赛鱼有效，你看，人全来了。赔钱赚吆喝的事儿，你想好了后续留客的方案了吗？还有这么多客人排着队占你便宜，你想没想过有多少能转换成你未来的生意啊？留客方案？哎，留客还有方案？头都大了。小秋，小秋，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，跟王总吵架了？哎，我倒是希望能跟他吵一架。他都已经忙了好几天没回家了。王总的新商场要开业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什么新商场啊？他就是个托管公司，真整得跟自己的商场似的。这我要说你了啊，你真的要体谅他。自从我到了甲方公司，我才深刻体会到，筹建一个新商场真的太难了。从设计施工到建成拿批文，每一项都得劳心劳力，还得面对好几个内部部门检查整改。王丽人都应该在公司安营扎寨了，我如果是他，我几个月都不回家。关小文，你团队的那些牛鬼蛇神没有给你添乱吧？他们敢吗？那几个小狗我还杀不了吗？那不枉费我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。还是我们管小文厉害。来，祝贺我们管总在万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还得祝王太太，老公早点忙完事业，早点回家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那我就只能祝我们陈老板尽快的扭亏为盈，日进斗金。来，不解决，我跟你们万历没完！我跟你们说，关总，你就是新来的招商总监，哼，正好我找的就是你。不是你是哪位？不是，艾总，您这就过分了。陶总之前是答应过你，但他已经走了。我不管你们什么陶总还是什么总，就在他的办公室，我们讲好的。现在你们想甩锅了是吗？没门儿！雅克，报警！哎，你报啊！我不是艾总，艾总，你干嘛？把手放开！就放手！你把手放手！谢谢。您是艾总吧？你是？我是万丽新任的总经理丁宁。如果你有什么委屈和不满的话，可以跟我沟通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好帅啊！艾总这下可惨了，丁宁之前在集团就是出了名的不留情面，这下他这么一闹，按丁总的脾气一定记住。说点话了，你大罗以前也是集团的。丁总，你给我句准话，你到底能不能做主啊？您的凌家呢是100%私企，自己创立的品牌呢一句话自己说了算。他万丽呢是港股的上市公司，作为职业经理人，我只能说我尽力帮您解决问题。好。我当初就不看好万丽，如果不是那个姓陶的拍着胸脯说这500万装修费由你们出，我怎么可能答应？现在好了，我账面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砸在这个烂厂子上，你们要负责任的呀。艾总，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，但是虽然当时的招商总跟你点头答应了，您拿的这份合约只有签字没有盖公章，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。要不然我们各自退一步，再商量商量。不认账是吧，小丫头？我跑生意的时候你还没断奶吧？我们这个行业做事讲的是一个信字，你跟我这掰是张不张的？我也会让万丽好看的。艾总，现在是个法治社会，您刚才说的这番话，我完全可以理解成您是在恐吓。如果今天您拿着盖有公章的合约来找我们讨钱，我们肯定二话不说把钱转给您。但是，您拿了一个我们已经离职同事的签名，就要我们掏这500万，这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。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要反悔是吗？行，我的公司要是没有了，哼，万丽要关门大吉。反悔2个字也不太合适，毕竟。行了，艾总，事情的经过呢，我大体了解了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们重新签一份正式的装补协议给您，可以吗？丁总，你说什么？而且我跟你保证，这500万装修费会一分不少的在月底之前打到您的账户。
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我做主了，这笔钱从我们自己今年的预算里面出，希望林家在我们万历业绩越来越好。丁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替我们招商部许出了这笔装修费？与其看着林家的艾总在咱们公司门口撒泼闹事，我觉得可以靠前摆平，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，明天很可能有20个品牌客户拿陶总的签字跟我要装修费，这笔账我应该算到谁的头上呢？如果媒体拿林家这件事大做文章，你不光招商会遇到困难，还会疲于应付舆论的压力。难道你觉得这个是更好的局面？现在最重要的是商场的维稳性上，商场稳定了，你才有精力放在日后新品牌的招商上。那你也不能一次性帮我许出去1/5的预算吧？你让我今后拿什么吸引新的品牌呢？关总啊，眼光要放得长远，不要纠结在当下。眼光放长远。那您至少之前应该跟我打声招呼吧？毕竟顶着招商预算和开业压力军令状的人是我。如果不为你着想的话，刚刚就会看着你被摔个4仰8翻。哦，对了，交新的招商预算的时候，记得把今天这500万帮我减下去。如果觉得压力大做不到的话，试用期之内可以随时。谢谢丁总提醒，我这个人从小到大还没有主动认过输。是啊，你的字典里只有2个字嘛，第一个，赢；第二个。如果第2个丁总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先去忙了，想起来再告诉我。对了，丁总，有件事我还想提醒你，我这个招商部总监是双向汇报，如果您做得太过分的话，我可以直接跟总部投诉你。第2个字，还是赢。哎呦，哥哥，哎，管文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居然跑去万丽做招商，这个商场现在这么烂，有什么希望啊？哥哥，这日子不好过呀，还希望您能想着咱们这么多年交情，帮衬妹妹一下。我不知不记得当初你在 TL 帮助我们这些小牌子的情，实在是……哦，对了，哥哥，之前你让我帮您打招呼，那个云南那个商场后来开业了，现在生意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啊，管文，之前 TL 在圈子里这么封杀你，其实我心里挺看不过去的。Peter 他们这些人做事情太不讲道理了。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咱们还是看看未来。我知道现在万丽的情况确实是挺不理想的，但是哥哥，你是知道妹妹的能力的，我一定能做成。可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向上头的老板开这个口啊！你知道你的前任给我画了一个多大的饼吗？说好的200万装修支持，1分钱没给我。现在生意这么差，不关店说不过去啊。我知道哥哥现在您特别为难，但是不管现在情况怎么样，当初开这家店是您的决定跟意思。亏了2年，马上要撤店了，这对于您的口碑跟业务能力其实都不好。其实妹妹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哥哥想不想听一听？你说说看。品牌投资家电的成本都不低，咱们万丽这家店，连货带装修，我猜应该不低于400万吧。这么一大笔钱您都投入进来了，我相信您上头的老板肯定不会指着咱们万丽200万的庄股来挣钱。咱们俩不如好好坐在一起盘一盘，怎么样能够提升业绩？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们万丽的，尽管提，我们万丽绝对是全力以赴支持，这才是解决的办法。你说是不是，哥哥？可是这样也说明您当初的决定跟眼光是没有错的。哥哥，我不是来要求您不撤店，我只是希望您能不能多给我几个月的时间，晚一点再撤，给我们大家证明彼此的一个机会。哥哥，拜托你了，帮帮妹妹，好不好？
好吧，我就再给妹妹一个面子，就给你6个月的时间。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，还挺有道理的。几个月不见，管总憔悴了，看来在万历的日子挺辛苦的。雷天涯总说的真的没错，在万历真的是挺辛苦的，所以还希望我们 TL 能多多支持。这个店可以先不要关吗？一天进10个客人，1个月的生意还不够给 TL 付电费的。当时你钱老板是受了什么好处，竟然答应在万历开店？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吧，我们万历在地理位置和硬件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。硬件好的地方可多了去了，可是地理……好了好了，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往事不究，对不对？婉文啊，你是从我们 TL 出去的，这儿就是你的娘家。我知道你刚去万历也挺不容易的，有什么需要我 Peter 的，绝对毫不犹豫。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心无力，只能让你白跑一趟了。哎呦 ，Peter 总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如果真的是有心的话，怎么会帮不上忙呢？没关系，你们有什么要求跟条件，尽管提，我可以尽全力跟公司去争取，一定不会让你们为难。免租，并保证我们的销量，另外补贴我们50%的装补。什么？你这条件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呀？毕竟我们万历也没有差到这种程度，而且 TL 和丽雅现在是集团合作，你们在恒天也有开店，你们拿自己跟恒天比，是不是有点太自不量力了？是你们求我们不要关店，怎么现在要跟我们讨价还价？如果你们做不了决定，那就不要聊了。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。那你觉得我是在戏弄你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这种条件开出来就不是奔着谈成的目的去的呀。哎呦，没想到万历的招商脾气不小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想你们也不需要多几个月的缓冲期了，下周就上围挡撤店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您是那个？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接我电话？管腾飞？你是不是把我拉黑了？为什么我用我自己的电话给你打就是忙音，发信息也不回，我用别人电话一打，哎，你就回了？管腾飞，你现在已经学会撒谎了是吗？跟你说了，踏踏实实找个工作，你不要老想那些创业不切实际的事儿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们什么都搞定了，就差这点启动资金了。我可不是烦你啊，是因为咱们俩是亲兄妹，我才把这个机会给你的。这样，等我们上市以后，完成第一轮融资，我们再5-5分成，可以了吧？我马上回公司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说了，但是我警告你，如果今后你再骗我，我就登报跟你断绝关系。喂，哎呀，这是不是你亲生妹妹啊？居然连50万都不肯借你，啥玩意儿？那咱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啊，抢银行去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这种违法的事情，咱们绝对不能做。是，啊，这你去啊，要你去你去。不，开玩笑的啊，我觉得啊，我们再一起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兄弟，我相信你，一定能行。我们复盘一下今天的面谈，看一下后续的工作该怎么做。老大他们太过分了，那个陈茉莉那分明就是为难我们嘛。陈茉莉是什么德行我不知道吗？我今天没有指望能谈下来，只是去探探底。但是他们的态度也太嚣张了，完全不尊重人。受不了委屈啊？来上班干嘛呀？回家养着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今天代表的是万历，
请收起你们那高贵的自尊心。如果今天我们代表的是恒天，他们能对我们这么随意轻慢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万里不够好，所以我们的姿态能有多高，取决于将来我们能把万历带到什么高度。你们两个收起这些没有必要的面子跟尊严，知道吗？好的。想一下，之前我们能给到 TL 最大的优惠是什么？重新出一版方案出来。好的。好。老大，你的意思是 TL 会接受我们最初的条件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，老大？就这么放弃了，就再无可能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哦。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加班啊？是招商遇到麻烦了吧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我怎么听说 TL 想提前撤店？凡事开头难嘛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怎么是做惯了品牌，不适应到处伏低做小的当商场招商啊？其实你没必要为难自己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做不来的话，你大可以走人的。丁总，我觉得是您想多了。我觉得我做的挺适应的，更何况凡事总得有点耐心嘛。你这心急的毛病怎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啊？行，那你慢慢来，但只有6个月时间，别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谢谢你啊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晚上不用等我。采访结束了，你干嘛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？我站了2个小时的高铁回来的。段文，你什么时候能让自己喘口气啊？你知道停下来的兔子是什么下场吗？被乌龟超越，被老虎吃掉，然后血溅登场。好了，你肯定没吃晚餐吧？我给你打包了吃的，你慢点吃，憋着。来，谢谢。来，好了。丁宁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答应今天给你过生日的，礼物我都准备好了。你下次要是再因为什么事情抛弃你男朋友，你可能就没有男朋友了。我保证，下不为例。好啦，天也不早了，
早点回宿舍休息吧。不要，再抱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再抱一会儿。丁总还有什么事吩咐吗？想不出办法，赶紧回家，别浪费公司电。丁总，有件事恐怕只有您能办得到。院长啊，帮我打听一下恒天新来的那个招商总今天晚上会在哪儿？哎呦，丁总难得找我帮忙啊。不过话说，你找那老滑头做什么呀？我听说他说话藏三句，不太好打交道。有个招商上面棘手的事儿，必须得他出面才行。招商？稀奇啊，丁宁，你什么时候开始连香旭帮你们家那女字头了？你不是一心想给人家抖吗？你是不是？你到底问不问？问，马上去啊！等我一下。嗯。我听说恒天新来的招商总跟您是一起从集团出来的，能不能帮我跟他打个招呼，截住 TL 在恒天开店的合同？你既然已经打听过了，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他呀？而且，我凭什么帮你啊？因为我们虽然关系不好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。您不只是帮我，是帮万丽，也是帮您自己。您是万丽的总经理，星光上任火还没烧起来呢，如果被 TL 这样浇灭了，将来提出去，咱们万丽的脸往哪搁？可你应该知道，利亚集团下面的商场向来是各自为政，你又凭什么觉得恒天会帮万丽呢？因为当初 TL 进恒天的合约是我拟的，里面有那么几处，恒天还是有继续谈判的余地的。其实我就是想让恒天再帮我磨合同，给我多争取些时间。你让我考虑一下。太好了，丁总，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，我可以下班了。